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我们手掌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纹路，通过观察手掌中的这些纹路的形态，也能大致了解一个人的运势吉凶。小酱汁老师之前总结了许多遇事吉祥的手纹，但在手掌中并不是所有的纹路都是好的。下面要介绍的这3种纹路，若是出现在手掌中，不仅不利感情事业发展，还对健康不利，容易有意外的灾祸发生。具体是哪3种纹路呢？酱友们往下看吧。1. 欲望线。欲望线是一条起自月丘向金星丘延伸的短线或弧线，又称为纵欲线、放纵线、远游线等。当手掌中出现欲望线时，预示其人内心有强烈的欲望，不喜欢约束自己，做事情很随性，容易沾染一些不良嗜好而自甘堕落，同时身体也会因此而受损。假如若儿童或青少年的手掌中出现欲望线时，则表示其人有多梦的情况，需要家长予以关注。与其他纹线一样，欲望线也分为多种形态，不同的形态有着不同的寓意。1. 欲望线呈弧线形。假如欲望线自月丘开始，呈弧线形向金星丘延伸，但未穿过生命线，表示此人平时喜欢胡思乱想，喜欢暴饮暴食，太过于放纵欲望，不加节制，以至于精力消耗过大，使身体健康受损。2. 欲望线呈直线形。假如欲望线自月丘开始，呈直线向金星丘延伸，并且穿过生命线，表示此人个性随意，对自己的欲望不加节制，容易沾染一些不良嗜好，如抽烟、熬夜、酗酒等，因为生活没有规律，贪恋情色，致使身体受到很大伤害，健康状况不佳。3. 欲望线过手腕线。假如欲望线自月丘开始向下延伸，穿过手腕线，表示其人容易沉迷于情色，常处于性的幻想中不能自拔，以致伤及身体。如果其人间有一双柔软肥厚的手掌的话，有可能会染上酗酒的恶习。4. 欲望线纹路深刻，智慧浅显，布满倒纹且下垂至月丘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个性不够坚定，易受他人影响，从而感染多种恶习。不但身体健康受到伤害，还会使事业、财运也连带着受到严重影响，生活陷入困顿。5. 欲望线有多条。假如在月丘处出现3条短而平行的欲望线，表示其人很可能患有糖尿病，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，以免延误病情。6. 欲望线伸长且与健康线平行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身体健康，精神抖擞，享有幸福的婚姻生活或爱情。假如欲望线直达水星丘，则表示其人不仅精力旺盛，同时有清楚灵活的头脑，可以同时兼具多人职务，操作多种事业。假如人因为工作繁忙而生活没有规律，作息时间不定，经常熬夜、出差，致使体力严重透支，或者性生活过度，有抽烟、酗酒等不良嗜好，其人的手掌中都会出现欲望线，这是给人的一种提醒，此时需要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加以调整，不能再继续放纵自己，否则健康、工作、事业、财运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2. 障碍线。在人的手掌中有一条连续出现的短线，它通常会横切过手掌中的主线，从而破坏主线的完整力量，使人在某段时间内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困扰，因此被称作障碍线。每个人的手掌中都或多或少地生出几条障碍线，而且女性要比男性多。1. 障碍线横切感情线。假如手掌中出现一条短的障碍线，斜切过感情线，通常预示其人的名誉将遭到破坏，或者是自己所爱的人将遭人暗算陷害。2. 障碍线横切智慧线。假如手掌中出现一条短的障碍线斜切过智慧线，表示其人将遭遇小人的攻击和陷害，名誉会受损，致使意志消沉，
整日抑郁。3. 障碍线横切生命线。障碍线切过生命线比较常见，通常表示其人容易因为很多困扰和麻烦而烦恼。障碍线在生命线的不同位置出现，又有不同的预示。障碍线穿过生命至拇指根部，表示所爱之人有不忠之事或者突遭意外。线细小无大碍，线粗则凶险。障碍线起自火星平原，穿过生命线至金星丘下部，预示其人与伴侣产生误解，或因种种原因而反目。障碍线自于手掌心穿过生命线，表示其人心中的理想因受到家属的干扰而难以实现，从而产生烦恼。障碍线自手掌根部穿过生命线，表示此人因异性干扰，使得事业和心愿难以达成。障碍线自月丘延伸至生命线或穿过生命线，预示其人将遭受小人的暗算或破坏，从而惹上是非。4. 障碍线横切婚姻线。假如一条短的障碍线切过婚姻线，表示其人的婚姻生活将遭受破坏。假如障碍线起自金星丘一直延伸到婚姻线上，表示其人的婚姻将以不幸场面结束。5. 障碍线在手掌。假如在手掌心中间出现无数障碍线，与其他数线有如网一般交织，表示其人会因为赚钱辛苦而甚为操劳，同时处事欠缺圆滑的人也常有此象。6. 障碍线切过事业线。假如障碍线切过事业线，表示其人的事业将遭受破坏，出现障碍。假如障碍线自金星丘开始一直穿过事业线，表示其人在职业或家庭生活中会发生纠纷。假如位于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的事业线上出现3条障碍线，看上去像一个疯字，表示其人容易在生活中遇到重重压力，因不堪重负，从而走上极端。3. 小人线。小人线是指在食指根部与手掌相交的横纹上生出来的向上的细纹。手掌中有小人线的人大都聪明能干，却较为自负，行事高调张扬，喜欢标新立异，得罪他人而不自知，因此常招来小人的记恨，在暗中制造是非和麻烦，使其常常成为众矢之的，生活工作中多遇阻碍。1. 小人线多而身长清晰。手掌中的小人线以身长、清晰、数量多为凶，钱少则无大碍。假如手掌中的小人线生得清晰身长，且数目超过4条，表示其人性格争强好胜，很容易与人发生争斗，易遭遇小人陷害，或者是被是非缠身。假如小人线超过5条，其人容易被官司缠身，会有牢狱之灾，应提早预防。另外，只有一只手上有小人线时，并不一定真犯小人。假如2只手上都有，则必犯小人。2. 小人线上有交叉号。小人线上有交叉的短斜线出现时，预示其人近期可能会犯小人，应多加提防。3. 小人线弯曲不直。小人线生得向上弯曲，表示其人做事缺乏理智，常因感情用事而得罪别人，从而招来小人和是非。假如小人线生得向下弯曲，则表示其人容易因为利益而与人争吵，从而被人小记恨，在暗中使坏。4. 先天与后天之不同。小人线有先天和后天之分，假如生来手掌中就有小人线，就为先天，代表其人30岁前就小人，是非不绝。如小人线是后天在手掌中出现，则表示30岁之后多小人是非。假如先天已有小人线，后天又陆续生出，预示其人一生都会被是非小人所烦，所以在待人处事时要小心谨慎，以免因负能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小人线的产生与个人的性格、价值观和处事态度有极大关联。如果能时常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说话做事多给人留有余地，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，行事尽量低调，与人发生矛盾时多包容对方，并及时与对方沟通，尽量化解矛盾，则犯小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，即使先天有小人线的也会慢慢消失。以上3种掌纹不论出现手掌哪个位置，都会对个人运势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，希望你没有。
但若是发现手中有这样的纹路，也不要担心，保持好心态，积极乐观的生活，这些手纹也会慢慢消失的。我们每个人的手掌下方一般都有手腕线，这是一个人的手掌和手腕交界处存在的纹路，又被称为动脉纹或手颈线。一般来说，大部分人的手腕线有2条，有3条手腕线的人天生聪明有才智，能够成为人中翘楚。手腕线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、婚姻等各方面的运势情况。今天呢，小酱汁老师就带酱友们一起来看看手腕线上的奥秘。1. 手腕线的数目，多数人至少会有2条或3条手腕线。麻衣相术提到，1纹2纹者主招募之荣，3纹以上者主汉苑之贵，但纹须周全，纹断不厌。现在许多研究亦显示，手腕线若完整3纹以上，清晰不断者，将可拥有健康、财富与幸福，古称的福禄寿俱全。手腕线没有1条完整，断断续续，表示一生奔波劳碌且老来孤单。手腕线有2条，纹路完整，当受薪阶级上班族的机会大，生活较受命运拨弄，难以自己掌控，即便富贵难以永远存在。手腕线有3条4条完整者，博学多闻，多半有名有利，在社会上得以享有受人敬重的地位和名声。手腕线第3条、第4条是后天生成，大家在心态上、行为上自我替力，往正确的方向去做，手腕线即会渐渐产生好变化。从这4条手腕线上，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很多的命理吉凶。第1条手腕线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。如果这条特别明显的人，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。如果这条线有小小断成2条的人，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要注意压力缓解。如果断开几处，不要太担心，只代表着童年会走得比别人多些困难。第2条手腕线，如果这条线平坦而且没有断裂，也没有特别的深邃，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，也许不富裕，但钱财够花。如果这条特别明显，那么你生命中会出现许多的能致富的关键机会，可要好好把握。第3条手腕线俗称名人线，如果这条手腕线而且中间没断掉，从头到尾连的线，那么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，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职场上，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。第4条手腕线神秘线，有这条线的人很有子孙福，这些身体上的纹路是能告诉先天的秘密，但后天的所作所为是一切的关键。2. 手腕线的形态，手腕线深刻清晰没有间断的人，表示其人精神充沛，身体健康。若线纹有断、缺、倒纹或切入一些横纹、杂纹者，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，体质不佳，也可能有小病频出之现象。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，而其他2线优良，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，甚为劳碌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。只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，表示年轻时劳碌，许多事总是要历经波折才能有收获，但在40几岁后，生活逐渐好转，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。链形愈短，好生活来得愈早。手腕线被过长的生命线切断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一生多灾多难，身体健康状况糟糕，常年积劳成疾。男性更容易因贪恋酒色而染病。若手腕线紊乱，则其人体力欠佳，容易患有精神衰弱，长期失眠。3. 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，除了手腕线的数量、形态之外，其线上出现的辅助纹也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运势。那手腕线上不同纹路的出现，命运如何呢？1. 十字纹，手腕线第1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，
预示其人早年生活辛苦，后来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，终晚年顺利，事业上必能大发，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的收获。如果同时有清晰的事业线和太阳线的话，应验几率可达8-9成。2. 星纹，手腕线出现上星纹，并且第1、2条手腕线路清晰明朗，表示其人有极佳的财运，需要钱时常可得人资助，还有获得意外之财的机运。如果同时具有断掌，应验几率更高。3. 三角纹，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，表示此人必获遗产或是显要之职。假如以手腕线为底部，而与事业线平行等线条形成方正的三角形，宛如金字塔状，表示其人有奇才奇智，又能得到特别的机运，有幸运获得巨大财富。4. 夜叉纹，手腕线的第1条出现的若是歪，这是类似十字纹的杂纹，这线纹较不吉利，意指虽然生活辛苦忙碌，事业却难有好收获。5. 直纹，手腕线出现许多直纹者，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，一身显得显要的名声。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邪乱者，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，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。6. 倒纹，手腕线上3线都出现倒纹时，表示此人贪好色欲，并且执迷不悟，身体衰弱，男性易得肾脏病，女生产有危险，或是患有心脏病及肺病。手腕线第1线上出现倒纹，而2、3线优美深细，表示年轻时色欲极重，以致身体受害不浅，不过中年之后运气开始顺利。7. 链状纹，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，而其他2线优良，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，甚为劳碌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。4. 手腕线看健康生育，手腕线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，且肌肤细润者，其人之神经系统健康，少见病变，头脑聪慧，处事有条理，生命力旺盛，所以情志欲望也较高。反之，如是皮肤粗糙、肌肉松垮垮的人，其健康情况必见不佳。此外，当手腕线出现如下形态时，也预示着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特别是生殖系统较弱，恐怕会有生育方面的困难。1. 手腕线第1条呈弓形，不论男女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，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。女性手腕线第1条呈弓状，一般较难怀孕，即使怀孕也易发生小产难产。如果第2、3条手腕线隐而不现，前说更为应验。2. 手腕线呈锁链状，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。如果同时不见第2、3条手腕线，则身体更虚，同时也主一生劳碌，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。3. 手腕线第1条弯入手掌中，这种手腕线影响生殖，不论男女均生殖系统不佳，不利子女，女性需防流产，男者亦有不孕症。4.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，女子有此纹者亦有妇女病，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，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，男子则有精虫稀少，难受孕的困扰。5. 手腕线断断续续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女子卵巢易有病变，需调理，怀孕易流产，男子较为气虚，寒性食物少吃为妙。若手腕线较为不清，则有久咳难愈的情况。6. 手腕线在手外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，此种手腕线在手，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，受孕较为困难，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。男子容易有败肾问题，精气神差，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、寒冷的情况，需注意休息养生，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。看完了自己的手腕线之后，别忘了看看身旁亲朋好友的手腕线，如果他们有第4条手腕线，要赶紧抱紧大腿哦。在人的手掌中主要有3条大的纹路，分别是感情线、智慧线和生命线。
通过观察这些纹路的形状、走向、颜色等，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。而除了这基本的纹线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样式的杂纹，如十字纹、三角纹、星纹、井字纹、米字纹等等。通过这些杂纹的分布情况，也能够解读一些命运信息。今天小酱汁想给校友们介绍3种富贵弧线。一般情况下，有这3种弧线的人都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领袖人物。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吧。1. 木星环。什么是木星环？在食指根部木星丘上有一条略微向上弯曲，围绕木星丘而生的细纹，被称为所罗门环，也称木星环。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人智能很高，第六感很强，注重外表，交际能力强，通晓人性，对心理学十分感兴趣，也有神秘学方面的天分，善于用巧妙的语言委婉地宽慰和开导别人，很适合从事心理辅导、宗教及命理方面的工作。2. 不同形态的木星环命运如何？木星环清晰完整。假如手掌中的木星环清晰完整，预示其人具有精准的分析判断能力，很善于观察事物的本质，能洞悉他人的心思，而且天生有着很强的贵人运，即使身处险境也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并且能抓住时机，把握好运，人生渐入佳境。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朋友，除了有化险为夷的好运以外，也有着不错的异性缘，往往能因为自己注重外表的个性，再加上独到的眼光，而找一个相貌好、气质佳的伴侣。2. 有2条木星环。如果木星环出现2个，即是双重木星环。有此首相特征的人，洞察力尤其出众，拥有洞悉他人的天性与分析事物的潜能，第六感很强，通常会出现在一些占星学家、命理师和心理学家的手掌中。2. 贵人线。什么是贵人线？贵人线是指在生命线的内侧生出的短线，又名火星线，古人也称其为祖阴线、阴路线，意思是祖上积阴德而产生的纹线。阴德深厚的人手掌中通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，其人慈爱善良，遇事都能得到贵人相助，从而化险为夷，也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助力而获事业成功。2. 不同形态的贵人线命运如何？贵人线生得清晰深刻的人，无论男女，对待工作都非常积极热情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，而且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拔，事业一有所成，生活平顺幸福。假如生命线生得不佳，但旁边出现好的贵人线时，会大大弥补生命线的不足，所以贵人线又称第2生命线。2. 贵人线一条。从贵人线上也可以看出其人的感情生活是否幸福。假如手掌中有一条清晰而深长的贵人线，随着生命线一直往下延伸，代表夫妻2人感情能够维持长久，特别是贵人线的末端与生命线紧贴时，2人的感情会越老越浓。若贵人线末端与生命线的距离越来越远，2人虽然会一直维系着婚姻关系，但心的距离却会随着时间的加长而越来越远，因此这类人特别需要用心维护感情。3. 贵人线多条。假如手掌中有多条贵人线出现，其人有着旺盛的桃花运，身边不缺少异性。假如靠近生命线的贵人线伸长，其人虽然桃花运旺，但与另一半感情很好，外人无从介入。如果不是的许，则可能心里另有他人的影子，比另一半的分量更重。4. 贵人线呈交叉状。若手掌中有2条贵人线呈交叉状，且纹线深而清晰，表示其人寿命较长，命中可得功名利禄，亦能够白手起家，做出一番事业。假如手掌中再有一条清明的太阳线，其人一生平顺，会名扬四海，多子多孙，健康长寿。5. 贵人线的支线触及事业线。假如贵人线的末端分出一条支线与事业线相连的话，其人活力充沛，工作态度积极，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。女性手掌中有此特征时，其人在工作容易遇到强有力的异性帮手，从而免掉许多单打独斗的挫折和辛苦。6. 贵人线上出现障碍线。假如有多条障碍线横切过贵人线，表示其人虽然会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但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拖累和阻挠，甚至会造成金钱方面的损失。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轻信他人的谗言，而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，而且有了孩子以后会变成全职保姆。
贵人线上有指纹分叉的人可能会遇人不淑，一直在感情上受伤，因此情路较为坎坷。3. 金星环。什么是金星环？金星环是一条圆弧形的短线，通常起始于食指和中指间，终止于无名指和小指间。金星环只在一部分人的手掌中出现，而且大多数的人是细弱不清的，只有少数人的清晰深长。手掌中有金星环的人感情非常早熟，有早恋的倾向，其人对感情非常执着，在遭遇感情波折时通常都能够表现得很坚贞。2. 不同形态的金星环命运如何？金星环呈弧形且纹路清晰无断痕，金星环时而清晰而无裂痕，且自食指和中指之间，终止于无名指和小指之间最为理想，表示其人感受性丰富且具有卓越的美感。许多影视明星和艺术家手掌中常有这样的金星环。如果金星丘同时高高隆起的话，其人多欲，有沉溺于酒色的倾向；但若是金星丘隆起不明显时，其人德高望重，应有明志。假如金星环形态佳，感情线也生得好的话，其人可借他人之力完成自己的期望，越得到的成果往往超乎自己的预料。金星环越长越有力，但既与感情线相交。相反，假如只是金星环形态好，而感情线不好的话，其人容易在感情上遭受挫折，且容易受到诱惑。2. 金星环靠近感情线。金星环与感情线距离过近时，其人容易沉迷于感情中不能自拔，个性不开朗。假如金星环纹路清晰完成，结果会向好的方向发展；假如金星环很浅很杂乱，则感情上容易受伤，而且时常会发生破财之事。金星环与感情线距离很近，且感情线末端开叉的话，其人个性较为念旧，喜欢回顾过去。3. 金星环呈直线状。金星环呈直线状且靠近感情线时，被称为理线财，表示其人有很好的偏财运，常会获得意外之财。假如理财线清秀明显的话，其人善于理财，合适从事出纳、会计、财务等职，可得名利富贵。但若理财线杂乱不清的话，其人往往财运欠佳，整日忙碌于生活。4. 金星环有多条。有多条金星环的人极富好奇心，做事喜欢故弄玄虚。假如多条金星环并行在一起，且纹路清晰，表示其人感情丰富，做事较有条理，可得成就。假如多条金星环排列杂乱或呈草根形，其人个性喜新厌旧，自制力差，常因一些不好的习惯而招致失败。5. 金星环不连贯。金星环断断续续不连贯的人虽然有魅力，但大多用情不专，容易见异思迁，只能够共享乐而不能够共患难，是标准的危险情人。金星环虽不连贯，但智慧线形态佳的话，其人会有较好的艺术天赋，会将感情在文学、美术、演艺等方面表现出来。假如智慧线形态也不好的话，其人容易感情变态。6. 金星环过短。金星环生得较长时，其人自信心强；假如生得过短时，其人缺乏安全感，疑心病重，做事容易犹豫不决，爱钻牛角尖，不懂得变通。7. 金星环与感情线相交。感情线直达食指与中指间的指缝，且与金星环相交时，其人做事以执迷不悟，误入歧途，最后导致钱财名利落空。8. 金星环与婚姻线相交。假如金星环延伸至水星丘，且与婚姻线相交的话，其人婚姻生活不稳定，夫妻易被拆散或介入到别人的感情中。假如智慧线有缺陷的话，表示无法控制情欲，且容易受骗。9. 金星环上现倒纹。金星环上如果出现倒纹，表示其人热情慷慨，做事容易受感情支配，不太理智。假如智慧线形状好的话，其人比较适合从事慈善、接待等需要付出热情的职业。家友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掌上有没有这3种奇怪的纹路。当然，相不独论，这些手纹也只是帮助你更加了解自身运势，并不会完全决定你的命运。希望酱友可以正确看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